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科技二流子。本期视频带你从零开始，在 Windows 11上一步步安装并运行 Ubuntu 24.04 LTS， 完整体验 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 的强大功能。视频从开启 CPU 虚拟化、启用 WSL 功能开始，手把手教你安装 Linux 发行版，并使用包管理器配置系统环境。随后演示如何在 Windows 中直接运行 Linux 图形应用，包括 GIMP、Blender 等软件，体验 WSLG 带来的流畅图形性能。最后还会安装 Xfce 桌面环境，并通过 XRDP 实现远程桌面访问，让 Linux 桌面在 Windows 中完整运行。如果你想在 Windows 上轻松使用 Linux 开发环境，这期内容一定不要错过。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带你一步步了解如何在 Windows 11上安装并运行带有图形界面的 Ubuntu 24.04。我会从启用 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 开始，教你如何下载并安装 Ubuntu。我还会展示如何在 Windows 11上运行 Linux 原生的图形界面应用。到视频结束时，你将能够解锁 WSL 的强大功能，轻松运行完整的 Ubuntu 桌面环境，并通过 XRDP 访问它，享受无缝的桌面体验。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要使用 WSL，CPU 的硬件虚拟化功能必须开启，大多数电脑默认已启用此功能。确认方法很简单，右键单击，点击任务栏，打开任务管理器，切换到 CPU 选项卡，查看虚拟化状态。如果显示已启用，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了。如果没有启用，你需要重启电脑，进入 BIOS 设置，找到 Intel VTD 或 AMD 的 SVM 选项，并激活。每个电脑的 BIOS 设置界面有些差异，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设置。我的是 AMD 的 CPU 需要启用 SVM。保存设置后，退出 BIOS 的电脑会重启并进入系统。重新进入系统后，在 Windows 开始菜单搜索打开或关闭 Windows 功能，然后找到 Virtual Machine Platform 和适用于 Linux 的 Windows 子系统，并勾选这两个选项，点击应用并重启电脑，让更改生效。重启后右键桌面，打开终端，输入命令 WSL Update， 更新 WSL 到最新版本，等待更新完成，这里需要点时间。更新完成后，输入 WSL Version，检查 WSL、WSLG 和 Linux 内核的版本信息。接下来我们要安装 Ubuntu 24.04 LTS， 输入 WSL List Online， 列出可安装的 Linux 发行版，找到 Ubuntu 24.04 LTS， 输入 WSL Install Ubuntu 24.04， 回车后开始安装。安装时间取决于网速，可能需要几分钟完成安装。这里报错，是我之前安装过这个版本，可以忽略这个提示。WSL 可安装并运行很多 Linux 系统，比如 Arch Linux 等发行版。安装完成后，输入 WSL-File 确认安装成功，然后输入 WSL， 系统会提示你设置用户名和密码。我们使用默认的 Windows 用户名，密码按需设置。设置好后，回车你会进入 Ubuntu 的 Shell 环境。提示符已变为 Ubuntu 24.04 的样式，太棒了！我们可以先关闭终端。在 Windows 11上使用 WSL 运行 Ubuntu 的一大便利是，你可以直接从开始菜单搜索 Ubuntu 单击打开 Shell， 它就像 Windows 应用一样方便，或者 PowerShell 中输入 WSL 也能快速进入。这是个命令行版本的 Ubuntu， 可作为一个完整的 Linux 系统使用。现在我们来确认系统版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Windows 的子系统中发行版是 Ubuntu 24.04 LTS。接下来使用包管理器对 Ubuntu 系统进行更新，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请耐心等待系统更新完成。系统更新完成后，我们可以利用强大的 App 包管理器安装各种实用工具，例如 NeoFetch 和 HTOP。通过安装这两个工具，可验证系统运行环境是否完整且适配良好。若 NeoFetch 安装顺利，
表明软件源配置正确，依赖库获取正常，充分证明系统软件包管理功能的健全性。而 HTOP 若安装无误并运行流畅，则说明系统内核及进程管理模块稳定，能支持高频调用底层信息的工具。两者成功运行后 ，NeoFlash 显示的系统信息，如内核版本、CPU 型号、内存容量等，可用于校验硬件识别与系统兼容性。HTOP 呈现的进程动态，例如资源使用情况和进程启动顺序，有助于发现潜在性能问题或异常进程，从而全面评估系统的健康度和稳定性。运行 NeoFlash， 可以看到它用 ASCII 码的艺术风格展示系统信息概览。运行 HTOP 会进入一个交互式的资源管理界面，显示系统资源和进程的正常运行情况。到此，我们已经成功安装并确认 WSL 和 Ubuntu 子系统可以正常使用。现在来点更有趣的，运行 Linux 图形界面应用。我将安装几个图形密集型软件，比如 GIMP、Blender 和 Scanlive， 启动 WSL 的 Shell 终端，粘贴并执行这个命令，系统会自动安装这几个应用程序，等待下载和安装。执行命令后，系统自动开启应用程序安装，相较于 Windows 的应用安装， Linux 安装过程有显著差异。常规的 Windows 软件安装需手动下载后双击运行，按安装向导逐步点击下一步选择安装路径，勾选附加组件，且容易误装不需要的内容，比较繁琐。Linux 安装过程则简单得多，一条命令可将多个软件自动完成从下载到安装的全部流程，这得益于 Linux 强大的包管理系统。完成安装后，首次启动 GIMP 就能感受到惊喜变化。凭借 WSLG 调用的 GPU 渲染技术， GIMP 加载极为流畅，眨眼间便可完成启动。 Scanlive 也是一样，输入命令即可启动，界面迅速弹出，让你能立刻着手视频创作。还有专业的 3D 软件 Blender 开启后瞬间就能呈现操作界面，各类工具清晰可见，甚至比在 Windows 中直接启动还要顺畅。这些软件性能大幅提升，都得益于 Windows 11系统为 WSLG 带来的优化，极大地提升了图形软件的运行效率，启动更快，运行更流畅，显著的效果令人惊叹。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使这些应用程序的使用变得更加便捷。当你点击打开开始菜单，一个全新的 Ubuntu 组便映入眼帘。这个组里所有已安装的图形应用有序排列，清晰明了，查找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在操作上，这些 Ubuntu 图形应用和 Windows 原生应用一样，你完全可以像对待 Windows 应用那样，将常用的图形应用固定到任务栏。如此一来， Ubuntu 图形应用与 Windows 完美融合。日常使用时，从 Windows 桌面直接调用 Ubuntu 图形应用，过程行云流水，毫无阻滞。对于既想使用 Windows 系统，又想体验 Linux 应用的用户而言，这无疑极大提升了整体使用体验，让两个系统环境下的应用交互变得自然且高效。最后，我们将为 Ubuntu 添加一个图形桌面环境 XFCE。这个桌面环境以够用且高效为设计哲学，平衡了功能性与资源占用，是追求简洁、速度及高度自定义的理想选择。只需执行以下命令即可安装 XFCE， 系统会立即开始下载并启动安装流程。作为一款备受青睐的轻量级桌面环境， XFCE 拥有诸多显著优势。它上手简单，操作直观，更重要的是它对系统资源的需求极低，堪称友好型选择。即使在配置较低的设备上， XFCE 也能确保图形界面的流畅运行，让您轻松享受高效便捷的桌面环境搭建体验。这里会让我选择默认显示管理器 GDM3 和 LightDM， 它们都是显示管理器，我推荐安装 LightDM。XFCE 是一款轻量级桌面环境，以灵活性著称，不绑定特定显示管理器，可与 GDM3、LightDM-SDM 等兼容。这种特性源于 Linux 的模块化设计，通过 X11 或部分支持的 Wayland 协议通信，确保广泛兼容性。开箱即用，集成文件管理器 Runner、设置面板和插件工具等实用功能，通常无需复杂配置。安装过程中，系统会自动识别并安装 GTK、加图形库、系统服务等必要依赖，
让您快速拥有流畅体验。无论新手还是老旧设备用户， XFCE 都能提供简洁高效的桌面环境。简单介绍了下 XFCE，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后续可能会出个视频专门介绍一下它。安装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安装 XRDP， 它是远程访问的桥梁，全称是 X Remote Desktop Protocol， 是一个开源工具，兼容微软的远程桌面协议 RDP， 它允许用户通过 RDP 客户端从远程访问 Linux 系统的图形界面。安装好 XRDP 后，我们先备份 XRDP 的配置文件，修改 XRDP 的默认监听端口，避免冲突。然后我们调整 XRDP 的最大位深度，也就是颜色质量，默认是32位，我们改成128位。不过要注意，128位可能超出常规支持，遇到问题时可以根据需要调回32或24位。配置改好了，接下来启动 XRDP 服务，让这些设置生效。接下来我们让 XRDP 默认启动 XFCE， 使用 Nano 编辑它的启动脚本，使用井号注释掉 test 行和 exec 行，在文件末尾添加 start XFCE。 修改完成后，使用 Ctrl+O， 回车后保存，按 Ctrl+X 退出。再次重启 XRDP， 确保 XFCE 绘画生效。重启后，回到 Windows 桌面，开始菜单搜索栏里输入 Remote Desktop 或者远程桌面，打开远程桌面客户端，输入 localhost 3390，点击连接，点击确定，这样就连接到了 Ubuntu 子系统的远程桌面了。输入之前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 OK 就看到 XFCE 的桌面了。在 XFCE 桌面环境下，再测试一下之前安装过的应用。先来看 NeoFetch， 打开终端，输入 NeoFetch， 回车后，它会立刻展示你的系统信息，比如操作系统内核版本，还有 XFCE 桌面环境的名字。还是在终端输入 HTOP 回车后，你就看到一个彩色的进程管理界面，比 Top 更友好，展示的内容更全面。退出它，按 F10， 然后是GIMP， 我们用命令行启动 GIMP 秒开，即使在 XFCE 这样的桌面环境下，它依然是个功能完整图像编辑工具，运行流畅。再试试 Blender， 同样用命令行启动 Blender， 几乎瞬间就加载完成。在 XFCE 下，这个强大的 3D 建模软件一点不打折扣，照样能顺畅运行，默认立方体界面直接可用。除了命令，我们还可以从菜单直接打开应用，找到 HeLive， 点击它，启动速度一样飞快。在 XFCE 轻量化桌面的支持下，这个视频编辑软件功能齐全，时间线和素材区一应俱全，剪辑体验完全没问题。在 XFCE 上，这些软件启动快，功能一点没少，轻量桌面也能带来完整体验，非常适合日常使用。好了，这就是在 Windows 11上通过 WSL 安装 Ubuntu 24.04 LTS 的全过程了。有了 WSLG 的加持，你可以轻松运行 Linux 桌面和图形应用，通过 XRDP、XFCE 和 LightDM 与 Wayland 完美配合，将 Linux 和 Windows 融为一体。对于刚接触 Linux 的用户来说， WSL 更容易上手，兼具高效与便捷，是轻量级开发的极佳选择。而对于复杂需求、隔离要求高且需要完整的操作系统功能的场景，使用虚拟机可能更适合你。使用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力帮你解答。